大家好，我是鬼叔。咱们今天的故事呢，还是来自于天涯论坛，作者车跟闪电当秋千。今天的故事有一点恐怖，那么大家搬好小板凳，开始今天的故事。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注意，本故事含有未经证实且令人不安的成分，请谨慎观看。我听我妈妈说，在以前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全都是野坝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慢慢的修路建房。地产公司收购最后一块地皮的时候，那里就只有一幢洋房独立其间了。那房子以前是吕家的产业，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弃置了，不用，搬到河边去住了。那时候河边住的可都是大户人家。那是我们这个镇上最早的一栋洋房，也是时间最久的一栋。地产公司最后废物利用，将它改成了员工的单身宿舍，专供外地来的员工住宿。经过这么多年的洗礼，这栋简陋的宿舍比以前更加的破败，简直像是贫民窟。秦冉大概是唯一一个在过年还住在这个破旧房子里的人。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家过年，他说家里人都到深圳他哥那儿过年了，而他不想去，所以就留在了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整个公司就他和我处得最好，我们甚至有那么多相似的地方，连独自一人在家过年理由都一样。我的家人也是到省城去过年了，而我从小到大都不喜欢过年，大概是孤僻的性格造就了我不喜欢热闹喜清静的个性吧。阴历27号这天晚上，秦冉与我从超市回来，我们提着一大包的零食往宿舍里赶。林荫道上的路灯大都已经损毁，剩下几盏像是在残军败将般歪歪斜斜，竖立在那儿，散发着萤火之光。由于人员都已回家，所以四周静得可怕，只有冷风呼呼地吹着干枯的树枝，发出单调的磕巴声。我抬头看着天，森冷的月将我们的影子拖得很长，与树枝摇曳的阴影连在一起，像是被一群妖魔鬼怪拉扯围攻一样，甚为诡异。天气冷得怪异，阴沉而压抑，风吹着身上冷飕飕的筋骨。眼见着要下雪，但又没有下下来，一直就这样熬着。我们一路上没有说话，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尽快地赶到宿舍。在穿过宿舍前的那片树林时，我听见了一阵阵似哭似喊的叫声。我说，是哪家的婴儿在哭呀？他非说是野猫在叫。我反驳说，这么冷的天，哪来的什么野猫叫呀？他又说，附近都没人家，又哪来的婴儿呢？我说，不会是弃婴吧？那年头这样的事儿并不稀奇。他说，要真是弃婴，这么冷的天非冻死不可。于是我和他进了林子去看个究竟。谁知道我们一进林子，那声音就再也没有响起。我们打开了手机照亮，但走遍了树林整个角落，什么都没有看见。可能真的是野猫吧。这会儿听见有动静，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秦冉说。我呢，也将他的话当了真，没有再说什么。那晚我和他在宿舍里聊天，聊到了天亮。第二天晚上，秦冉去提水，我将烤火炉开到了最大档，仍然觉得很冷，背心那块像是被泼了冷水一样。周围安静极了，窗外连风都停了。但就在这时，有个声音突兀地响起，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却似这般都赋予断鬓颓垣。唱的是昆曲《牡丹亭》里游园惊梦的那段。我刚开始听着很受用，渐渐的觉得不对了。都回去过年了，那屋子里就只有我和秦冉，怎么会有人在唱戏呢？更奇怪的是，还有间断的婴儿的哭声。我敢肯定，这就是我和秦冉在昨晚林子里听见的那个婴儿在哭，因为这个哭声仿佛是带着一种愤怒与怨恨，特别的凄厉。哪家的孩子这个哭法，可把嗓子要哭哑了。秦冉提着水推门进来，我问道，你也听到了？只怕是聋子都听到了哦。既然这么吵，不如去我家坐坐。
不是我的幻觉，是真的有婴儿在哭，在这个不该有婴儿出现的地方。我抓起秦然的手，不等他说什么，拉着他就飞奔出去。下到1楼的时候，那声音更响了，我不知道是哪个房间传出来的，我只觉得我的汗毛都炸了起来，脚底升起了一股寒气。当时的我只有一个念头，带着秦然离开这里。我们一口气跑到了我家，我开门的时候手都在哆嗦着，几次都没有把钥匙孔插进去。进门后，我将屋里所有的灯都打开，接着跌坐在了沙发上。秦然看到我的样子，再迟钝的人也知道不对劲儿了。怎么了？我说了你别怕。我说话的时候声音都是发颤的。此话一说，秦然的脸色也变了，问道：到底什么事？你可别吓我。我想我们可能撞鬼了，绝对不是吓你，是猜测。秦然足足有好几分钟才回过神儿来，我们彼此对坐着，大眼瞪小眼，将电视开到了所有台都停播，我们的心情才稍有恢复。你说这事儿有可能吗？秦然再次地问。有的，今天太晚了，我明天打电话问一下我妈。我知道那栋房子是吕家的产业，而吕家的后人偶生和我妈是发小。在一夜的煎熬当中，黎明终于到了。不到8点，我就打给了我妈，问那吕家后人的住址，但并没有告诉我妈事情的始末。我并不希望她担心。在超市里随便买了一些吃的，晃荡到了快中午的时候，我和秦冉直奔我妈妈给我的那个地址。那是民政局的房子，4室3厅，极其豪华。但是豪华的背后，我想到的是吕家后人偶生和他死去的母亲吕秀莲曾经吃过的苦。偶生听到我们的来意后，长叹了一口气：你们说的这些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妈妈死后留下了一个盒子，说是如果谁有天问起那旧宅的事儿，就把这个给他。偶生从衣柜里拿出了古行的钥匙，在箱子底部取出了一个小木匣子，上面有一把生锈的古锁。他将钥匙插进去，打开了抽屉似的匣子，里面有一层层丝质包裹着泛黄的老照片。那是一个穿着戏服的英姿秀丽的女子，在照片的下面还有一卷信纸。我轻轻地打开来看，里边的字体纤细秀丽，全是小楷，这是我妈妈的字。偶生说道：那我们可以看看吗？看吧，这些本来就是留给你们的。我慢慢地读着，里面的事让我触目惊心。由于是古体，所以我简略地翻译一下。不知道是因为负罪还是愧疚，我今天把这件事记录了下来。照片上的女人是曲仪，她当时嫁给我父亲时是名角，能将《游园惊梦》里的杜丽娘给唱绝喽。我父亲那时候很喜欢听昆曲，到了外地做生意的时候，他一眼就看中了她，就将她给带了回来。我妈妈虽然是原配，但常年的吃斋念佛，不大管事。英仪是我父亲的二房，为我父亲生了一个儿子，一向很得宠。可曲仪来了以后，父亲自然就冷落了她。直到曲仪后来出事，笔墨在这里停顿了很久。我看到那片化开的墨迹，想象着吕秀莲当时记录这段时的心情。曲仪死得很惨。那时候曲仪有了身孕，全家人都对她呵护备至，甚至连一向与她吃醋的英仪也来献殷勤。曲仪的肚子也一天比一天大。后来快过年了，下了很大的雪，我们几个孩子在院子里堆完雪人，又到屋子后面去捉迷藏。那次我特意的藏到了地窖的一个缸里面，由于藏得很好，一直都没有被找到。我等的都快睡着了，迷迷糊糊的被一丝嘈杂的声音给惊醒。我慢慢的打开缸盖的缝沿一看，居然是我父亲。我吓得立刻缩了回去，因为父亲是不允许我们来地窖玩的。后来的挣扎声越来越甚，我还听到了女人的呜咽声。我好奇的又将
杠盖缓慢而无声地移开了一条缝。我看见我父亲变得很可怕，绿色的脸气得都扭曲了，高举着鞭子，而曲姨大着肚子被2-3个家丁抓着，浑身都是血。我吓得捂紧嘴，大气也不敢出，只听见曲姨哭泣地求道：好德，求你开开恩，杀了我不要紧，但这个孩子是无辜的。父亲厉声道：贱人，你敢背叛我？要不是英子精明，我早就做了这乌龟王八蛋了，还开开心心的给别人养儿子呢。曲姨又转向了管家道：林管家，平时我没有对不起你，求你了，对老爷求求情，放过我肚子里的孩子，只要不伤着孩子，我随你们怎么处置，我都是心甘情愿。林管家也叹了口气：三姨太，我知道你平时为人和善，对我也很照顾，可是早知今天，又何必当初呢？曲姨绝望地叹了口气道：生得相亲，死亦何恨，只是可怜了我这未开眼的孩子。贱人，你敢说这不要脸的话？父亲一声的暴斥，手上的鞭子挥舞着，狠狠地抽在了曲姨的身上。曲姨咬住嘴，血一直流在了地上，殷红的一大片。半晌，曲姨缓过气来，四面环顾了一下，最后将目光停在了我的脸上，古怪地笑了一下。我以为他看见了我，谁知道目光又转向了父亲，恶狠狠地说：吕浩德，你当初用媒妁之言将我骗来，又拿钱收买我那没心肝的兄弟，让我嫁给你这个粗鄙的小人。我与赵胜是真心相爱，你却活活地割了他的舌头，让他从此不能在戏台上露脸。小心天道昭昭，因果报应。父亲冷笑了一声道：好，你不仁，别怪我不义，就让我送你们一家到地下相见。埋了。几个家丁一听到我父亲的指示，立刻地搬开了中间一口最大的缸，掀开了上面的一大片木板，露出了一个很深的土坑。几个人呢，七手八脚地将曲姨丢了进去，然后不等他呼喊，将几大筐土齐齐地倒下，一直到那个坑被填平压实，才将木板锁上，与大缸恢复原样。整个大院里都相信了父亲的话，以为曲姨是得了什么急性传染病，连夜送走了。唯独我知道，他是给父亲活埋的，连同他肚子里的孩子。唉，真是冤孽呀！而这样的事又怎么能瞒得住呢？不久，就有很多仆人说，半夜听到了曲姨在房间里唱戏的声音，有时又听见婴儿的哭声。一开始，父亲还说是仆人们危言耸听，可是渐渐的，他自己也相信了，就将那地窖和曲姨住过的房间封了。但这也不能封住那怨气。没到几年，整个宅院的人都死的死，逃的逃。等我读书回来，这栋宅院就被我叔叔卖了。如果有一天谁看到了我这封手札，必是那宅子又出了什么问题。唉，现在能怎么办呢？秦冉下午和我以最快的速度将铺盖行李收拾起来，搬到了我家。我原本想去那个地窖的位置看看，被秦冉阻止了。晚上是除夕夜，人们热热闹闹地放烟花的时候，我们在林子的边上，给她这个比烟花还命薄的女人烧了点纸钱，然后就回去睡大觉了。你有过租房的经历吗？接下来的故事呢，还是天涯老铁有关于租房中遇到的诡异事件。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2007年鄙人本命年，一人蜗居在深圳的世界之窗对过的世界花园里。这栋楼虽然是98年左右建的，但是号称世界花园，外表颇有点洛可可艺术的风格，从外边看还是挺新的建筑。不过房间的格局就不怎么好了，由于我是最后搬进去住的，好房间都被占光了，
只能住在最偏的一间房里。这间房朝阳面，上风上水，倒还算是通透，透过铁栅栏还能看到世界之窗的埃菲尔铁塔的尖顶。但是房间的门和大门是在一条线上开的，进了大门，推开我的房间门就可以进来了。刚住进来的时候，一个同事就说这套房子风水就不怎么好，所以房东才会把这么好地段的房拿来出租的。但是我不怕，我说我也不求财，更不求升官，风水差点也无所谓的。结果仲夏夜的夜晚还真发生了点事儿。那晚我睡得很早，把空调的时间定成了4个小时，把温度调成了速冻，然后在轰鸣的老掉牙的窗式空调声中就入眠了。大约睡到了凌晨3点左右，我被热醒了。深圳的夏天出奇的热，没有空调了，蚊子也多，我就大汗淋漓地醒了过来。注意，这个时候是热汗。空调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止了拖拉机般的噪音了，万籁俱寂。窗外霓虹灯的清辉洒在了房间里，倒是能看到东西。当我正准备起身再去拧开空调的时候，突然之间让我血液为之凝固的事情发生了。一团黑黑的影状物轻飘飘地进了我的房间，就待在门角落里。门是原封不动地关着的呀。我感觉当时的血液都凝固了，喉咙发紧，心跳到了嗓子眼儿。我发誓，这绝对不是一只黑猫，而且门是关好了的。按照我后来再碰到此类事物的经验，虽然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碰上它们，也有人会说这纯属子虚乌有，但是碰上它们的人在潜意识里是认识的，而且知道这个肯定不是我们熟悉的世界里的，类似碰到天敌的感觉吧。这个是骨子里的东西，有时呢甚至都不是用眼睛看到的，是感觉出来的。后来我就僵住了，半起身在床上，不敢动也不敢喊。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知不知道我看见了它。说实在的，我情愿没看到它。于是呢，我的脑子就在拼命地转呀转，这是幻觉呢，还是现实？如果是现实，是闷声发大财，还是撕心裂肺的喊呢？这个东西是不怀好意，还是路过打酱油的？如果不怀好意，我又该怎么对付？身上的热汗此刻已经变成了冷汗，3伏天里真的是感觉到3、9天的刺骨冷了。我决定装作没看见，于是呢，假装侧身睡在了另一侧不看的那边，身上的冷汗一个劲儿的冒。我把被子裹上了。如果此时要我许愿的话，我只说4个字：天快亮吧。没想到我感觉那东西忽然到了我的枕头边，那家伙，我只能说全身已经掉进了冰窟里了，头皮彻底麻了，身上的汗毛全部倒立起来。不过我坚决地告诉自己，不能失心疯，心再乱，阵脚不乱。于是我的脑海里仿佛是放电影般的，此人的生平呢，展现在了我的眼前。天上方一日，人间100年，大概就是说的这个概念吧。此人是30出头的男人，好像是在深圳街头非正常死亡的，细节记不清了。当时的内心是很奇怪的，有对这个男人的好奇心、同情心，还有一丝丝的恐惧。但是我最后又感觉到他是没有恶意的，可能是缘分，要不然真是碰不上的。他从门外飘进来，然后又飘出去，是因为这个房间本来就是这样的一条道吧。然后我听到他对我说：“对不起，打扰了。”说得相当诚恳，然后就从窗户里飘然而去了。我惊魂未定，接下来就是后怕，心乱如麻，把灯开着，坐在床头，一个劲儿地喘粗气。等到东方既白，才敢稍微地闭上眼。咱们接着说吧。自从第一次亲眼见到了灵体，开了先例，以后又接着遇见过了好几次。我捡最吓人的说吧，这一次碰到的着实是个恶灵。09年5月的时候，
我去厦门观光，住宿的地方在下河路旁边的幸福路上。清一色的是80年代的筒子楼组成的小区。我找一位辽宁同事，在这片小区的一栋独楼里借住了好几天。从宽敞明亮的下河路走进颇显狭窄的幸福路里，这些80年代风情的灰色水泥建筑物就破破烂烂地立在路的两旁，家家户户的阳台都是用矮小生锈的铁窗栅栏围着，挂满了衣服，白天都稍显阴森。我到厦门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钥匙是同事早已给好的，我呢独自进去住的。于是在湿冷的雨夜里，路灯洒在街上，弥漫着丝丝的气。居民楼里的亮灯极少，偶尔亮灯的人家透窗而出的也只是凄冷的光晕。我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最后拾级而上，终于来到了这栋独楼。由于没有路灯，爬上5楼，摸黑打开了似乎尘封已久的铁门。我终于进屋了，长舒了一口气。我打量了一下，这套房屋其实就是2套筒子楼合2为1的，80平米左右，把以前的过道改为了厨房，把客厅设在了东厢，卧室设在西厢。猩红的木地板涂着沉沉的黑漆的家具，层高不是很高，一进门颇有点压抑。据我的东北兄弟说，这个房东是厦门中院的法警。法警大家都知道，中院一审没上诉的死刑都是他们执行的。以前单位分的房子路段挺好的，往南是轮渡，可以到鼓浪屿和厦大，往东有中山路公园，算是挺不错的了。然后他们家呢，把隔壁邻居的房买下来，装修好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另外买了房，住集美去了。自打第一次碰到灵体以后，我在接下来的1个月不敢在晚上出门，但是后来时过境迁以后，也就置之脑后了。但是唯一的改变就是我知道了世界上在不特定的时候会有此类事物了，所以我在这套房间里打了一个问号。等洗漱完毕，在西厢的大卧室里倒床便睡，关了灯，浓得化不开的黑色弥漫而来。刚开始是睡不着的，但是疲倦将我昏昏地拖入了梦乡。在梦里无非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的东西，某个刻骨铭心的女同学了，最近领导的神态了，梦里的场景是心之所向梦之所现的，一幕幕的在脑海中闪过。但是突然画面镜头一转，四周的场景陡然变化，我出现在了一栋深深的老宅里，沿着古旧的木栅栏上楼。我知道我还是去找天津的兄弟去打会儿篮球的，记忆的是本科时候宿舍兄弟们一起打球的那一幕。不过就在我出现在2楼的出口时，在我的视野里赫然出现了一团黑乎乎没有形状的东西，只记得黑漆漆的眼睛特别的锃亮，就横在面前。在我胸间涌起的是愤怒，然后是害怕。人类的本能告诉我它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同时也告诉我它是不怀好意的。我在内心里质问，为什么你要出现？进而又蔑视的不屑。我的情绪突然开始很差，感觉到了失落，很郁闷。梦中的场景又换了，我出现了只有发烧才有的症状，很复杂的情绪和感官累积在一起，一会儿是从悬崖上掉下来的失重，一会儿是天旋地转的眩晕，一会儿是焦躁和恐惧的复合情绪。我熬不住了，猛地从梦里挣扎了过来。四周还是一片焦灼的化不开的黑暗。刚才的梦境如此真实，那个事物感觉是凭空闯进梦里来的，在我无拘无束的梦里突然出现，然后主导了我的情绪。而且我想起了他的黑漆漆的眼光，当时的感觉是很害怕，怕这东西就在附近，喉咙一直在发紧，眼睛徒劳地睁着，却只能看见黑沉沉的空气。虽然没有看见，但我感觉这个东西就存在于附近，而且是绝对存在恶意的。可恼怒的是，我没有一件开过光的佛珠，
哪怕是与菩萨也好。好在自从我第一次遇见了灵体以后，就背会了般若波罗蜜心经，从观自在菩萨行深到最后一字不差地诵完。忽然我感觉到了有种被压迫的感觉，就是灵魂受到挤压的感觉，像是要出窍一样，背后的一股寒意直逼而来。我感受到了那东西的恶意，它想侵占我的意志并支配我。我承认我当时的情绪是愤怒，是受到威胁的愤怒。虽然我的汗毛又不争气的一根根倒立，但我心中的怒火也被点燃。我竭力控制住自己害怕的情绪，同时告诫自己打死也不妥协，然后在嘴里大声地念诵般若波罗蜜。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画面应该是很滑稽的，跟兰若寺里的宁采臣一样，紧闭着眼睛，用一种临时抱佛脚的心态大声地诵着佛经。不过收效甚微，我感觉我的意念增强的时候，侵入我内心的恶灵也在退缩，意念消退的时候，恶灵的力量却在增加。我在和一团空气打一场关于意念的拉锯战。我觉得我的精神力消耗得很快，但是在意志上，我的坚持一点都没忍下去。我的意志仿佛着大浪滔天的海中的微弱航灯，虽然风雨飘摇，但我誓死都没有要熄灭。我还在念诵着中心经，同时呢，心中的自信和自豪也溢于言表，取而代之害怕和紧张的是对这种灵体的鄙夷，觉得它很肮脏卑鄙，同时我很自信没有一点心灵上的污点可以让它利用。最后我感觉到那东西消失了。是的，是感觉，不是看见。此时我的后背又是一阵的虚汗，但我认为我用不着怕它了，于是侧头便睡。一觉醒来，窗外阳光明媚，房间两侧的榕树和木棉花林木阴翳，又是新的一天。东北小伙一大早便从福州赶回来了，进门便问昨晚没什么异样吧。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呀？心里想这小子莫非也感觉有这门子事儿？今天要不要先去南普陀寺？兄弟不回答我，直接又问好呀好呀，赶紧走。我呢是以去报案一样的心态去答复的。你昨晚是不是碰到什么了？好几个住在这屋的人都说有诡异的东西。我心里想，你他喵的，有你不早告诉我。嘴上说的却是哎呀，哥被吓坏了。这兄弟呢倒也严肃了起来。我们家的狗寄在这里养的时候，晚上我回家的时候从来只敢在厨房待着的，而且很害怕去我房间。有一次在我房间里还朝着空气不安的吠叫。你小子没碰到过？我很惊讶。没有，当然没有，不过我相信有。这兄弟讲。好的，今天关于租房的诡异经历就为大家讲完了。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欢迎投稿给鬼叔。下期不见不散。